股價跌回9年前，馬化騰罕見承認騰訊落後了。你在上面看到這張略顯模糊的照片，是11年前馬化騰在香港大學演講時的場景。在這場演講中，他首次透露了騰訊打贏微信大戰的內幕。當時馬化騰收到情報，得知雷軍正在開發一款集結了語音聊天功能的 APP， 試圖挑戰 QQ 在網絡通信領域的霸主地位。馬化騰立刻在內部啟動了賽馬機制，找了3個團隊來做微信項目，許諾誰第一個跑通了所有的場景，誰就能獲得公司的全量支持推廣。結果廣州的張小龍團隊最快做出了今天我們每個人都離不開的微信。仗雖然打贏了，但是馬化騰回想起來還是有點後怕。他說騰訊就快了1個月，否則讓雷軍先做出來米聊，結果就不好說了。這1個月的生死時速決定了騰訊可以繼續稱霸移動互聯網時代。時過境遷，如今的騰訊正在面臨第2次生死時速。在2周前的財報會上，馬化騰罕見承認騰訊在 AI 時代有點落後了。起因是投資人提問騰訊在 AI 上是否落後了，馬化騰沒有回避，直言騰訊在 AI 基礎領域的能力並不突出。1年前我們以為自己上了 AI 的船，但後來發現這艘船漏水了，經過修補後我們已經站在了船上，但還不敢坐下，希望船能夠開得再快一點。錯失 AI 千機的後果直接映射在了股價上。8年前騰讯淨利潤為700多億，8年後的今天達到了驚人的2000多億，翻了3番。照理說如此恐怖的成長率，騰訊股價至少應該翻番才对，但是現實是騰訊的股價在原地踏步。2017年股價是400多港元，现在是435港元。從去年10月開始，短短半年時間，騰訊從680多港元的高點一路下滑至400多，市值蒸發了2萬億港元。吊詭的是，單看財報你幾乎找不到看空騰訊的理由。今年1季度騰訊遊戲收入642億港元，穩坐全球第1大遊戲公司的寶座。金融及企業服務收入達到598億港元，同比增長 9%。 廣告業務更是創下了 20% 的同比增速，收入達到381億港元，賬上甚至還躺着567億的現金。如此多利好的情況下，只因 AI 沒跟上，就橫遭市場看空，讓人不禁好奇騰訊究竟在 AI 上犯了多大的錯。這就不得不提到一個人，蔣捷。2022年底 OpenAI 的橫空出世，引發了國內互聯網巨頭的集體焦慮，包括百度、阿里、字節在內的大廠紛紛擴軍備戰，希望盡快追上國內語言大模型的先進水平。騰訊在做什麼呢？他在忙着整頓遊戲與廣告業務。眾所周知，口罩期間大家出門不便，在家玩手遊是不少人的娛樂首選。騰訊狠狠吃了一波遊戲紅利，但是開放後情況逆轉，遊戲版號收緊，充值額下降，讓騰訊陷入了增長乏力的困境。所以在2023年這個關鍵節點，騰訊提出要降本增效。從經營的角度來說，這個決定無可厚非，企業當然該以穩住增長作為第一要務。降本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 AI 項目。 AI 實驗室不鼓勵研究員發表論文，事業部如果想要訓練自己的模型，需要向總經辦申請經費，種種限制措施必然影響到內部對 AI 的積極性。當年9月，騰訊又調整了 AI 大模型的組織架構，讓副總裁蔣捷監管貨源大模型。通過監管2個字可以看出，蔣捷並非專業的 AI 人才，他是 IT 業務出身，主導建設了大模型平台和廣告技術體系，硬生生把騰訊的底層數據能力拉升到了行業一線陣營，尤其是在 AI 與廣告的結合上表現相當出色。今日騰訊廣告收入能夠保持 20% 以上的增長，與他的努力密不可分。這或許是馬化騰認為騰訊在 AI 賽道上已經上船的原因之一。但是問題是，蔣捷對於 AI 前沿技術的變化缺乏敏銳度，他更像一位應用者而非開創者。在他領導 AI 期間，貨源大模型處於跟跑狀態，既沒有 DeepSeek 的技術創新，也沒有豆包的產品爆發力。據內部人士透露，當時騰訊主攻點還在視頻號上，直到2025年，馬化騰發現船漏水了。在別的巨頭 all in AI 的情況下，騰讯的打法還是太保守了。AI 的發展速度不允許騰訊求穩，必須加上更多的籌碼。伴隨着股價下跌，騰訊開始了一系列激進的改革。第一步就是換人，拿掉蔣捷，推年仅27歲、有着 AI 天才之稱的姚舜宇上位，並且規定姚舜宇可以直接向总裁刘炽平匯報。這意味着騰訊內部已經把大模型業務調到了核心位置。第二步是組織重構，成立 AI Infra 部、AI Data 部和數據計算平台部。以前騰訊的事業部習慣了賽馬機制，每個團隊都可以拉起一支隊伍搞自己的小模型，但是在大語言模型這一場極其燒錢的軍備競賽裡，算力和數據是核心生產要素。如果是繼續讓這些資源散落在各個業務線，不僅會造成浪費，底層數據的打通也會面臨各個事業部的阻力。這一次重組本質上就是一次中央集權、統一歸口管理，把好鋼真正的用在刀刃上。今年4月，騰訊發布了貨源赛 ProView 模型，正是姚舜宇接棒後交出的第一份成果。他幾乎重構了貨源的底層架構，使新模型在上下文學習、长文本、指令遵循等能力上大幅度跃进。但是腾讯內部也承認，該模型與最先进的模型相比，在部分場景上有差距。AI 底层技術的遲緩迭代，終於在資本市場引發了連鎖反應。騰訊股價下跌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 AI 的巨額投入稀釋了回购能力。馬化腾對於股東向來慷慨，2024年豪掷1120億港元回购股票，為股價築起高牆。然而到了2025年，這筆護盤資金縮水至800億港元，同期對 AI 的投入則猛增至180億港元，且管理層放話，今年開支至少翻番。对於那些習慣了腾讯高分紅的投資者而言，支撐股價的回購力減弱，直接導致
了部分資金的離場。當年在移動互聯網上慢人一拍的百度，從 PC 時代的王者變成了移動時代的跟跑者，直到 AI 大潮起，百度才憑借提前的布局，重新出現在了領跑者的位置。所謂的一步落後，步步落後，講的就是這麼個道理。在移動時代，馬化騰靠騎兵張小龍延續了 PC 時代的輝煌，但是在 AI 時代起步已經落後的情況下，騰訊還追得上嗎？姚舜宇能成為新的張小龍嗎？結果仍需交給時間來判斷。